带着猎物上天台打飞机的可不一定是金刚，也可能是沉睡2亿年归来的原始人。杰克再次苏醒已经身处医院，然而这个男人醒来的第一件事竟然是四处寻找皮可。杰克一把扯掉点滴准备冲出医院，但这次却被刃牙拦下。哥，你收手吧，同为天生的战士，刃牙非常理解杰克的心情，但杰克没有理会刃牙，继续往外走。够了，你这是自取其辱。你知道他打败你后做了什么吗？他抱着你爬上了高楼，一路上小心翼翼的不让你掉下去，最后再把你倒挂捆在避雷针上，向全世界宣布你就是他储存的食物。听到刃牙的描述，杰克没有办法再欺骗自己，他挣断了绷带，失声痛哭。这太侮辱人了。侮辱吗？这个男人可不这么认为。永次郎来到德川家喝茶，两个人聊起了刃牙和杰克。现在为了保证皮可下一个对手是自己，刃牙就坐在格斗场里和皮可不吃不喝，已经对峙了几天。古拳法宗师烈海王被打倒了，领悟终极因素拳的于地科斯惨败，就连怪物杰克范马也被疯狂的羞辱。地球上最强的3个战士如此，德川再也想不出还有什么人能够打败皮可，更不用说与那3人实力相近的刃牙了。殊不知在永次郎的眼里，刃牙有那3个人没有的东西，那就是完美继承了范马永次郎的血脉，是纯纯的范马族系。那杰克范马算什么呢？太低了，杰克的纯度太低了，看结果就知道他的血脉有多么薄弱。哼，赢了是亲儿子，输了就血脉薄弱，这脸皮还真是够厚的。那么你准备好动手了吗？听到德川的话，永次郎大手一拍，插座腾空而起。别担心老子，我对刃牙的兴趣还足得很，等到时机成熟，总有一天我们会有一场对决的。如果那时他还能站起来，我会吃了他。只是永次郎说完，德川的插座犹如豆腐一般被永次郎劈成了2半。此时的刃牙还跟皮可对着熬鹰，这都几天了，皮可也应该想吃了自己了吧？殊不知场外的猪队友们干了件漂亮的事情，皮可的食物问题已经解决了。还记得之前和皮可一起挖掘的霸王龙吗？联合国研究决定放弃研究，用霸王龙的肉来喂养皮可。